只因邵云鹤不想公开，我甘愿陪他隐婚5年。5年里，他不想要孩子，强逼着我用避孕药。可当他得知白月光怀孕后，却当着全公司的面向他求婚。如果说以前还有奢望，那现在彻底不会了。看着朋友圈中2人欣喜的表情，我沉默地收拾好东西，留下离婚协议书，转身离开。而邵云鹤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后，彻底慌了神。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独自从医院打车回家，还未进门，便见我精心养在院子里的玫瑰花全被摘除，整个院子也被布置得像是婚礼现场，来往都是公司熟人。艰难穿过人群走进家门，就看到我的丈夫当众在另一个女人嘴角边落下一吻，心脏突地一滞，我呆愣在了原地。2人的甜蜜笑容像是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我下意识走向他们，却被邵云鹤凌厉的警告眼神刺地定在了原地。在周围响起的热烈欢呼声中，我的身体突地失了力气，加上刚刚做了流产的缘故，让我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显病态。身体的眩晕感让我浑身颤抖，想找个地方支撑自己，却发现整个屋子都有人占据。可笑在我的家里，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看向搂着白月谈笑风生的邵云鹤，他似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但也只是冷冷一瞥，便转过头去，心不由得一颤，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有一个同事突然喊住了我：“江助理，你手中的戒指不会是邵总用来求婚的戒指吧？”闻言我懵了一瞬，下意识看向手中的戒指。邵云鹤从不让我将婚戒戴在外面，怕别人寻迹发现我们隐婚的关系。而我为了找到一点已经嫁给他的感觉，每次快到家时都会戴上。今天只是习惯性将戒指拿出，还没来得及戴，同事的声音太大，让众人的视线都看向了我。邵云鹤的最为强烈，我张了张嘴，还没说什么，邵云鹤便命令道：“江助理，把戒指拿过来。”一声江助理是警告我别乱说话，压下心中的酸涩，直直地看着他，企图在他眼中找出一丝玩笑意味，但没有，有的只是越来越不耐烦的眼神。在身边人的推让下，我平稳住紊乱的呼吸，缓缓走进邵云鹤，将戒指递上，微微垂眸：“邵总，物归原主。”许是看到我的手不住的颤抖，邵云鹤拿戒指的动作顿了一下，复杂地看了我一眼，但也只有这一眼，下一秒就被白月的激动落泪引走，转身心疼地为他擦去泪水。在阵阵起哄声中，我被一点点挤开，直到被挤到最外围。我静静地看着邵云鹤单膝跪地，虔诚而认真地捧起白月的手：“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此刻的声音与我脑海中的声音重合：“和我结婚。”记忆中的他是笃定我会答应的敷衍态度，但面对从小暗恋的人向我求婚，我却甘之如饴。那时的我大概与现在的白月一样，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前满眼柔色的男人不似面对我时的烦躁，而是将戒指小心翼翼戴在白月手上，最后轻轻吻向她的手背。我看着看着，眼眶微酸，在眼泪忍不住落下时，转身离开。那枚戒指我戴着有些小，自欺欺人，为他找借口是我胖了的缘故，却不想戒指本就不属于我。怪不得每每他都看着那枚戒指愣神，原来是透过戒指思念别人。身体负荷加心里悲痛的我终于没了支撑，晕倒在了路边。醒来时又回到了医院，医生说我差点死在路边，
建议我打电话给家属来照看我，指尖不自觉掐入掌心，不禁有些自嘲。自从爸妈去世后，我只有邵云鹤一个家人了，可现在我只有自己了。吃过药后，药效发作，睡意袭来之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让我有一瞬的清醒。邵云鹤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这2天先别回来了，月月不适应，有外人在，想要什么自己买，记我账上。哪怕我们已经结婚5年，对于他来说，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可以用钱打发的外人。眨了眨酸涩的眼睛，不同于以往的秒回，我取消了那个被我置顶了5年的号码，在医院休养了1周。出院这天，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公司。我递交了辞职报告。我很庆幸我的直属领导不是邵云鹤，否则又要经历被贬低之后的驳回。毕竟除了我，没人能够保姆式伺候吹毛求疵的邵云鹤。交接得很顺利。当我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时，恰好在拐角处碰到嬉笑打闹的邵云鹤和白月。邵云鹤任由白月随意摆弄自己的头发，甚至微微弯腰配合他。这让我回想起以前我们刚刚结婚，我突发奇想，想像一个平常妻子那样为刚洗完澡的邵云鹤吹头发，只是刚碰到他的头发便被厌恶甩开。我至今都记得那时他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寒冬腊月里的冰雕，散发的冷气让我心里直泛凉意。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碰我。我当时只以为他洁癖的厉害，却不想我不是那个可以让他愿意触碰的人，也不是让他甘愿低头的人。我总以为我可以捂热他的心，可装着别人的心，我连窥探的资格都没有。5年了，我也该放过自己了。压下心中的色意，微微低头，与他们拉开距离。然而白月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开始倒着走，一下就撞到了我的肩膀，身体陡然失衡。当我好不容易稳住时，一股力量又将我推倒，我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抬眼的瞬间，我没有错过邵云鹤悄然收回去的手。在白月惊呼声中，邵云鹤稳稳将白月搂在怀里，细细打量着他的状态，确定他没事后，转而对我呵斥道：江岩，道歉。我愣愣地看着他，手心突地传来一阵热意，这才发觉杯子碎片划伤了我的手。江岩，别试探我的耐心，后果你承担不起。我当然知道后果是什么。每次因为白月争吵时，他都会以离婚为威胁，逼我低头。每一次他都成功了，但此刻曾经让我害怕听到的后果，现在听着竟有些松了口气。看着手心不断涌出的细小血珠，我缓缓道：好。他皱起眉，愣了一瞬。什么？我踉跄着起身，收拾了地上的东西，慢慢靠近他，用只有2个人听到的声音说：离婚。说完，也不等他有什么反应，径直离去，准备回家收拾东西。路过一家蛋糕店，突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要不是早上移动给我发来生日快乐的祝福，我自己都要忘了，那也是我收到的唯一一份祝福。冲动下，我买了一块小蛋糕。回家收拾东西的功夫，邵云鹤带着白月回来了，无意与他们纠缠，只专注收拾着衣物。但当我下楼时，就见白月举着叉子给邵云鹤喂蛋糕，而邵云鹤也宠溺地吃了下去。下楼的脚步一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经不小心在他的咖啡里加了一块糖，就被他扔杯子，破口大骂。我最讨厌甜食，咖啡不加糖，说过多少次了，有没有脑子？当时的吼叫声仿佛还在耳边环绕。看向他嘴角的笑意，突然顿悟，原来他不是吃不了甜，只是厌恶我给他的甜。深呼了一口气，
平稳住剧烈跳动的心脏，没有情绪地看着我那精致包装的蛋糕被拆得稀碎。而罪魁祸首一边吃一边嫌弃道：“云鹤，你哪买的蛋糕啊？怎么这么丑？”邵云鹤也柔声附和着他，将蛋糕贬得一文不值。我掠过他们，端起余下的蛋糕，一股脑扔进了垃圾桶。确实，被脏东西碰了就会变得丑陋不堪。江眼，你发什么疯？邵云鹤不满地看着我，我定定地看着他的双眼，问道：“邵云鹤，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他闻言皱着眉头，眼底闪过一丝疑惑。我不由得无声笑了出来。他完全忘记了，只有我傻傻相信了5年。结婚后的第1个生日，我满心欢喜买了蛋糕，可被他扔了不说，还发狠将家里砸了个遍，甚至掐着我的脖子让我去死。就在我窒息快失去意识时，他像是找回了神智，抱着我开始痛哭。他说他在我生日这天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他没有说，但看着他脆弱的样子，我心软了。也是自那时起，我再也没过生日，只在他将自己关在书房时，隔着一扇门默默陪着他。但是现在呢？他吃着不爱吃的甜食，对着别人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笑，也因那人的到来而忘记痛苦。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最珍贵的东西与白月有关。邵云鹤的表情依旧没变，还是那副看着我不耐烦的样子。倒是白月突然捂嘴惊呼了一声：“云鹤，难道你……”他猛地抱住了邵云鹤：“对不起，5年前的今天是我怕我的病情耽误你，所以才忍痛和你分手。还好我们现在在一起。”话落，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想起他当时抱着我诉说着珍贵之物对他有多么重要，说着那天他有多么难受想死。此刻我只为自己感到悲哀，也感到恶心，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再也忍不住质问邵云鹤：“邵云鹤，你当初为什么和我结婚？”邵云鹤本不耐的眼神，在看到我满脸是泪的脸时，犹豫了一下，微微撇过头，答非所问道：“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已经结婚了。结婚就可以让别的女人怀孕吗？”我几乎是嘶吼出来，嗓子也有了撕裂感，忍不住的发痛。邵云鹤不悦我敢这样吼他，觉得我在无理取闹，也没了好脸色。月月的身体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只是给他一个孩子，你不要闹了，只是给他一个孩子。可我呢？他又给过我什么？一场理所当然出轨的婚姻，还是不顾我的身体，执意要我吃避孕药的不以为意。总归我是被放弃尊严的那一个。胡乱擦掉眼泪，没有必要继续问下去，结果都是一样。我想是时候与他做个了断了。转身拿出一份离婚协议，还没有走过去递给他，白月忽然挡在我前面，懊恼地拍了下自己：“云鹤，我突然想起我的药忘在公司了，你陪我去取好不好？天黑了，我有些怕。”邵云鹤立马拿起车钥匙拉着他走，我执意挡在他面前，颤抖着手指着文件最后签名的地方，直直盯着他，一副不签就不让开的把式。他看都没看，直接签字，随后将笔掠过我的手扔在地上，临走丢下一句：“你自己冷静冷静，我不希望有下一次，不希望下一次我还敢忤逆他。”泪水无声落下，我厌倦了自己因他一个表情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像个被驯服的小丑，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喃喃道：“不会有下一次了，我们结束了。”我离开了他的家，搬了出去，直到第2天凌晨才睡着的我被连续不断的铃声吵醒，模糊中接起了电话，还未开口，邵云鹤带着怒意的声音响起：“江岩，你适可而止。前段时间你旷工，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耍脾气，现在还闹到公司来，你是觉得我不会开除你吗？脑子被他的怒声震得发懵，缓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什么意思。他是觉得我是耍脾气，故意不去公司。我心中也有了怒意，刚要说我已经辞职时，他再次发怒，给你20分钟，立刻到公司。说完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便挂断了电话。看着黑屏的手机，烦躁地随手将手机一扔，将被子闷到头顶，继续睡了过去。这一觉就睡到了晚上，习惯性打开手机，立刻便有无数条电话和短信弹出，都是邵云鹤发来的，大致意思就是让我接电话，让我道歉，让我给个不去公司的解释。冷笑了一声，但凡他在公司随便找个人问一句，都会知道我已经辞职了。他就是自信我不会离开他，更不会丢掉离他最近的助理位置，无视他的信息，转而打开机票界面。我该出去放松一下，好好消化最近的糟心事。在我登上飞机前，邵云鹤不住地给我打电话，有种我不接誓不罢休的样子。无奈接起，邵云鹤不似以往的冷静，带着自己都察觉不出的哑音道：“离婚协议怎么回事？伪造的签名不作数，我不同意离婚。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听到了吗？说话，你在哪？”我没有回答，身后机场的播报声告诉了他答案，深深吐出一口浊气，缓缓道：“邵云鹤，你现在不同意离婚，那就算分居。时间一到，我们还是会离婚，所以不要再互相折磨了。我真的有些累了。”邵云鹤的呼吸声似乎重了一些，片刻后，就在我要挂断时，他沉声道：“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我给你行了吧？别闹了，赶紧回来。”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心里突然堵了一口气。他根本就不明白，我想要的只是尊重，是与他平视的关系，不是仰头等待他命令的服从。没有必要再与他说下去，不同频的对话真的很累，直接挂断了电话，顺带将他拉黑。在海外游玩的时段，让我暂时忘记了烦恼，但我没忘记婚还未离。回国的这天，我再一次联系了律师，让他准备好起诉离婚的事宜。这边刚交谈完，我突然发现有一个陌生号码在半小时前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接电话，从字里行间我就知道这是邵云鹤的语气，不打算理，推着行李走出机场。只是抬眼的瞬间，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邵云鹤。此时的他眼里是我完全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本打算无视他直接离开，谁知他拉住了我，靠近我，压抑着声音道：“那个孩子是谁的？”此话一出，我愣了一瞬，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什么呢？听不懂，拨开他的手，径直走向出租车，却被强硬地拉住。“你不要给我装傻！你走那天，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我这才想起来，当时昏迷住院的时候，依稀记得有人给我的电话里存的家属号打过电话，而家属那一栏只有邵云鹤的号码。想来是到时间取药，没见我去取，医院给我打不通便打给了他吧。每次事后都会给你吃药，孩子肯定不是我的。是。他话还未说完，我用尽全力狠狠扇了他一巴掌，喊声道：“我不是你，做不出那么恶心的事。”说完，拉过行李就走。可邵云鹤突然像个狗皮膏药似的缠上了我，我叫一辆车，他便赶一辆车。忍无可忍的我准备再打他时，邵奶奶的管家突然走到面前：“江小姐，老太太病了，想见你。”邵奶奶对我很好，我不能不去看她。无奈跟着管家坐上了车，只是没想到车上还有白月。坐上车时，
白月暗暗给了我一个白眼，转而亲昵地抱住了邵云鹤。一路上，邵云鹤一直在找我说话，问我怀孕的事，我没有理。行驶途中，我突然感到胃痛，撕裂的感觉让我不住地冒冷汗。就在我跟管家说去医院时，白月捂着肚子开始嚎叫：“云鹤，我好难受啊！药！”邵云鹤一边安慰着他，一边找药。白月说药在后备箱，可邵云鹤没找到。白月突然哭了出来：“呜呜，江岩姐姐，对不起，都怪我没忍住疼。”剧烈的疼痛让我无心思考他说的意思。只见他指着我，靠在邵云鹤怀里，啜泣着说我放行李时将他的药扔了下去。说完还假装为我找补，说我大概是认错了东西。可邵云鹤却说我是故意的，只因我见过那些药，还因药的缘故和他大吵了一架。说来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我是因为他给的避孕药导致过敏才去的医院，可他却是因为另一个为他怀孕的女人去的医院。到了现在，他还是因为白月而选择伤害我。邵云鹤喊管家掉头去机场找药，因为白月的药是按身体状况定制的，医院短时间内做不出来。可机场与医院背离，他这是不顾快要昏过去的我。我祈求的目光看向管家，管家也很犹豫。邵云鹤见此，让管家立刻停车，毫不犹豫下车将我拉了出来。胃一阵阵的疼，加上邵云鹤粗鲁的动作，让我忍不住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来减轻痛苦。邵云鹤向我扔了一沓钱，让我自己打车去医院。可这里是郊外啊，哪里有车为我停下？看着车渐渐远去，无助感席卷全身，颤抖着手掏出电话，用尽最后的力气叫来救护车。救护车还未到，我就昏了过去。好在及时，我又捡回一条命。看着熟悉的病房，感受着还有些抽痛的胃，心中的委屈在此刻达到了顶峰。就算没有夫妻情谊，但从小的相识相知，我以为他会有一丝犹豫，可是没有，他轻易就将我放弃了。呆呆地望着窗外，无力感涌出，软弱无力的身体迎来困倦。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敲响，邵云鹤走了进来，厌烦地看了他一眼，便转过头去。多看他一眼，我都想吐。邵云鹤似是也觉自己有些过分，没有像往常一样对我冷言冷语。江岩，月月的身体不好，不吃药会并发，也会伤及胎儿，你应该理解我们。他越说越小声，好像在将他的错最小化。见我一直看着窗外不搭理他，他上前意图将我转向他，刚碰到我的衣袖，一股恶心涌上心头，猛地挥开他的手，别碰我。许是看到了我眼中明晃晃的厌恶，他愣住了。片刻后，他头一次放软了态度。我承认是我做的不够好，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我往后挪了挪，与他拉开距离，看向他的眼里充满厌恶。滚！邵云鹤不敢相信我敢吼他，顿时拉下了脸。你跟一个孕妇较什么劲？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他们一尸两命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忍无可忍，拿起身边的东西，一个接一个狠狠朝他扔了过去，扔到最后没了力气，看着他一副忍受着我无理取闹的忍耐表情，突然心累，浑身乏力，带着哽咽对他说：“邵云鹤，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邵云鹤顿时脸色一变，眼里也有了变化。我自顾自地说着，好像要把我所有的委屈都倾泻出来。我们的婚姻从开始就是欺骗，你不喜欢我，却向我求婚，给了我希望，又一步步将我推入深渊。我对那药过敏，可你依然让我吃下。你不担心我的身体能不能承担，只担心你的第一个孩子是不是白月的。我意外怀孕，
你却以为我背叛了你。可是你呢？你无时无刻不在背叛我。结婚5年，不，从相识到现在，你知道我有胃病吗？抬眸看向他，在他欲言又止下，我笃定道：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差点因为胃出血死在你扔下我的地方。说到最后，我的心情好似平和了起来。直到现在，你都没有问我一句身体如何，想来也是不在意的。邵云鹤带着一丝慌张解释道：不是的，我摇摇头，转过头去。我已经不想知道你娶我的原因了，我只想和你离婚，离你远一点，越远越好。找个时间去民政局吧。说完，按下按钮，叫来护士，把邵云鹤带出去。邵云鹤一改对我的冷漠态度，拉住我的胳膊解释，说他娶我是有赌气的意味，可后来也是真的爱上了我，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一边想对我好，一边又怕我恃宠而骄，不拿他当回事。还说本来在白月出现之前就准备好了戒指，重新求婚，可白月救过他，他不能不管他。他说着，还将戒指拿出来给我看。我闭上了眼，心口处堵了一口气，努力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怕我恃宠而骄，无非就是怕我不受控制。他爱的是我的言听计从，不是我这个人。他说他要报恩，可他凭什么要搭上我的一切？他爱我不是真，但伤害我是真的。扯开他的手，翻过身，盖上被子，阻断了他的声音。很快，护士将他带走，我的耳边也安静了下来。休息好后，得知了邵奶奶也在这家医院就诊。我专门挑了个邵云鹤不在的时间去探视。邵奶奶脸上病容明显，但还是那么温柔。我们的交谈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之间的故事，从小时候说到现在，聊着记忆中的我们，好似一切都没有变。我依然是那个爱串门的小丫头，邵奶奶也依然是会为我扎小辫的奶奶。我们聊了很久，因为我们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面了。那天之后不久，在一个深夜里，睡梦中的我被通知邵奶奶不在了，听说走得很安详。我去送了奶奶最后一程。献花的那一刻，看着碑上的照片，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眶。直到最后，我都没有为奶奶做过什么。这世上对我好的最后一人也不在了，我真的只剩自己了。临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垂头不语的邵云鹤呆呆地站在一边，而一旁的白月看着墓碑的眼里透着一丝嫌弃与兴奋。奶奶不在了，没人能管住邵云鹤了，也没人能压抑住白月的野心了。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按照给邵云鹤律师发的约定时间来到民政局，但不见他出现。刚要联系他的律师，却被告知邵云鹤去外地出差的消息。我知道他在躲我，既然不能爽快一点离婚，那只能起诉了。虽然时间会更久，爸妈去世后给我留了很多遗产，让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天，有一个同学联系了我，邀请我和他一起办画展。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差点失去了自我。结婚前，我的梦想是开画展，在世界各地展览。结婚之后，围着邵云鹤转，让我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导致看到这个消息时还愣了一瞬，随后便是庆幸，还好不算晚，一切都还来得及。我忙碌了起来，在设计展览背景时，同学让我出去一趟，说有人找，带着疑惑出去，就看到了有些憔悴的邵云鹤。他捧着一束花走到我面前，随着花欲尽，我有些恍惚。我第一次看到他送我东西，不是补偿打发那种。我没有接，而是后退了一步。邵云鹤，我们之间只有离婚可以谈。邵云鹤原本期待的眼神暗淡了下来。我已经将白月安排到别的地方了，等孩子生下来会交给别人抚养，没有人会阻碍我们了。
你能不能？不能！我斩钉截铁地拒绝。我们之间的阻碍不是别人，是你，是你一次次将我放弃，甚至在生命垂危之时也没有选择我。从始至终，我都不是你的第一选择。邵云鹤当下红了眼，颤抖着手从花里取出一个丝绒盒子，朝我走近。我欠你的戒指。避开他的手，摇了摇头，不需要了，转身头也不回道：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和我离婚。也许是出于打官司的费时，他答应和我离婚。拿到离婚证的时候，有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就在我以为我们彻底结束时，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直出现在我周围，无论我躲去哪里，都能被他找到。他说他和我离婚就是为了有一个新的开始，要重新追求我。我没有喜悦，只有恶心。拒绝无果之后，我开始躲着他，谁成想他变本加厉，甚至去我的画展，大言不惭地说要把我的画都买下。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想找人把他打一顿，可我不能因为他又将自己搭进去。在不知道第几次因他的突然出现而导致我的生活不能愉快地进行下去时，我再也忍无可忍，报了警。他被带走时，我恶毒地想他突然死在拘留所，还好他的消失让我有了喘息的机会。我立马联系了外地的展览馆，暂时离开有他的地方。为了防止他再来找我，我暗中给被邵云鹤送去别地安胎的白月放了消息，相信不久后邵云鹤就会被贪心的白月缠上。事实也正如我所料，白月以孩子威胁要邵云鹤娶她，邵云鹤拒绝了，白月便开始各种作妖。但我不明白他为时要扯上我。正为参观的人介绍画作时，突然发觉周围时不时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一头雾水时，我的另一个合伙人给我指了指外面，只见白月挺着大肚子，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他便开始放声大哭：江岩姐姐，你可怜可怜我吧，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只想让我的孩子认祖归宗，将来能有人照顾，求你别再缠着我孩子的爸爸了。话落，周围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小三，破坏别人的家庭，办画展的钱都是税来的，甚至一些正义之士扬言要把我发到网上，对我网暴。我顿时有些失语，看向白月，当他眼中露出得意之色时，我适时走上前，看了眼他的孕肚，嗤笑出来：我和你口中的那个男人才离婚3个月多月，可你的肚子都已经8个多月了。我纠缠你孩子的爸爸，小三小姐，你怎么有脸来找我？他突然加大了声音，试图掩盖我说的真相，说我既然离婚了，为什么还要纠缠他？说着脸色一变，朝我冲了过来，却不是打我，而是倒在了我的脚边。下一秒，邵云鹤出现，从我身后出现，满脸挣扎地看向我，而白月则是露出一副胜利者的眼神。我这才明白他来找我，只是利用我让邵云鹤对他心软，可他忘了，或者说他将自己都骗得深信不疑了。在邵云鹤开口说话之前，我向刚刚走进来看热闹的清洁工招手：陈阳先生，你一直找的人在这里，还有你的孩子。说完，陈阳扔下手里的垃圾，抓起白月的头发，面容渐渐变得狰狞，随后便拉着他一顿暴打。我的律师整理离婚事宜时，为了得到邵云鹤出轨的证据，调查过白月，也查到当年因为邵云鹤濒临破产，白月见势不对，果断抛弃了他。离开邵云鹤后，他出国扒上了暴发户陈阳。就在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陈阳破产了，而白月也在看到了邵云鹤没有破产的消息后，马不停蹄抛弃陈阳，回来找邵云鹤。
可是邵云鹤已经和我结婚了，他不甘心，便装病骗邵云鹤。邵云鹤也许还没忘记他，很轻易地相信了。可是陈阳是个狠人，在白月消失后，硬生生找到了他，发现他过得很好，而自己居无定所，心里不平衡，便将破产的原因全都怪到了白月头上。白月又假意骗他，说只是为了给他搞钱才委身邵云鹤，自己是为了他才当的小三。几番示弱拉扯下，陈阳相信了。就这样，白月游走在两个男人之间，还没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谎言。直到白月怀孕，她清楚地知道孩子是陈阳的，因为算时间，她肚子里有孩子那时，邵云鹤带着邵奶奶去国外看病了。于是她对两个男人说了同样的话：孩子是你的。白月一边骗着陈阳说一切都是为了邵云鹤的财产，才对外说孩子是邵云鹤的。贪婪财的陈阳当然不会反对，他与他们就那样保持着欺骗的关系，一直到我离婚。白月以为有希望嫁给邵云鹤了，将陈阳骗出了国，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但他没想到邵云鹤因为我不愿意和他结婚，甚至躲着他，他便又想陷害我，博得邵云鹤的心软。而陈阳在出国后发现被骗，护照也被白月雇的人抢走，艰难回国后发现联系不到白月，便边赚钱边找他。前段时间应聘到画展的清洁工工作，我见过他的照片，所以很容易地认出来了，加上我们没有利益冲突，便留下他了。此刻陈阳可以说是将所有的怨气都打在了白月身上。很快，白月腿间便流出了血。白月求饶着说自己错了，说不要打了，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可陈阳颠沛流离的回来，就是要报复这个欺骗他的女人，哪会放过他，打得更狠了。当白月崩溃向邵云鹤求助时，得到的是邵云鹤无视、带着厌恶的态度。他从两人的对话中知道自己被骗了，强大的自尊让他对给他戴绿帽的白月厌恶极了。警察赶来将他们带走时，白月已经奄奄一息了。送走了客人，找人清理画展，直到关门时，邵云鹤也没走，只是欲言又止地看着我。当我坐上车准备回家时，他挡在了车前。妍妍，我其实是想好好和你过日子的，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只有你了。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企图让我对他心软。我冷睨了他一眼，直接倒车拐弯绕开他。我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只是发现一直控制在手心里的人逃出了他的掌控。一旦我回头，同样的经历还会重新上演。我订了出国的机票，需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来创作。我离开之后，邵云鹤用不同的陌生号码不停地给我发短信，我索性换了号码，他也没给我发了。后来听说白月精神失常，将自己和邵云鹤的私密照片和视频发到了网上，到处控诉邵云鹤对他的始乱终弃，导致邵云鹤的公司股票大跌，加上他的臭脾气，得罪了不少人，对家都联合起来将他的公司吞了一大半。他现在处处受制，已经没了实权。平日里他自以为相处不错的朋友同事，在他求助时纷纷离他远远的，他的事业算是被白月毁了。愤怒之下找到白月，对他大打出手。白月已然疯了，提刀将邵云鹤捅了，还直播了出去。警察赶到时，邵云鹤已经没了呼吸，而白月则是被关在了精神病院，往后余生怕是要死在那里。听完这些，不由得有些唏嘘。即使过去相爱的人，在得不到满足时，也会向彼此亮出刀尖。还好我没有迷失自己，未来的我
一定会走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之处。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